嗨，各位朋友們，有聽過五股這個地方嗎？可能多半的印象都還停留在五股工業區以及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吧。這一集我將搭乘一條五股在地的老路線640，從捷運台大醫院站出發，到了五股之後，我們要前進五股在地的秘境山林，還有一個終年不衰的水源聖地，最後再到層次分明的綠地，眺望開闊的雙北，發現不一樣的五股。相信聽到這裡很令人期待，對吧？在影片開始前，別忘了先按讚訂閱起來哦。我是 Albert， 搭乘640深入五股區，現在出發嘍！嗨，各位朋友，現在我人在捷運台大醫院的4號出口這裡。這一集要帶大家搭乘的路線是640，從捷運台大醫院站出發，我們要一路坐到終點三重客運五股站，順便呢，我們要到五股周邊的景點去走走逛逛哦。那現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發去坐車，好，出發嘍！從捷運台大醫院站4號出口出站後往右轉，前方就是捷運台大醫院站的公車站牌，不需過馬路到對向。我們將搭乘回程的640，沿途行經捷運西門站、中興橋、捷運三重站、三重稅捐分處、三重三民街、三重商工、褒子寮、月堤道路、五股立體停車場。最後抵達終點五股站，全程2段票，由三重客運營運。先前我們曾經搭乘637從西門經中興橋、新莊、泰山到五股，640則是從台大醫院經由三重中正北路、五股中興路，行走月堤道路直達五股市區。光是車程就比637快上近半個小時。不塞車的情況下，全程只需要40分鐘就可以抵達五股，相當方便。640和637一樣，都是行經中興橋。這裡再來幫大家複習一下吧。中興橋位於台北盆地中央，跨越淡水河，連接台北市萬華區承多路及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，全長1055公尺，為當時台灣第一座玉礫混凝土大橋，亦為台灣戰後時期完成的第2座大橋。1955年以前，跨越淡水河的橋梁僅有一座台北大橋。隨着人口快速增加與都市發展，台北大橋已不足以承載龐大的交通流量，因此公路局與台北市政府決定興建中興橋，於1958年10月4日正式通車。1986年11月30日，中興橋發生斷橋事件。因此，同年開始改建，並將橋面提高，於1988年10月完工，當年12月通車。改建後的新橋全長略增為1077.5公尺，高度符合200年洪水頻率的要求。
為了方便大家轉乘捷運中和新蘆線，在2012年9月29日，將640改走疏洪東路，繞境捷運三重站行駛至今。疏洪東路的路名來自過去曾是疏洪道，但當地居民認為，在水利設施完善之後，已不容易發生水患，因此在2022年12月，將疏洪東路更名為水漾路，維持至今。這一帶有着桃園機場捷運、捷運中和新蘆線、弘仁醫院、大台北都會公園等，提供更便利的生活機能，和以前的樣貌大大的不同。五股的地名由來，有一個說法是指五股豐收而得名，再轉變成現在的五股。然而，新北產業園區逐漸活絡，加上政府在五股開發重劃區，使得五股人口逐年上升。但早期的五股泰山的交通不便，對外往返台北得仰賴公路局的客運班車來接駁。公路局在1969年起，陸續開放路線由民營客運業者行駛。三重客運在1968年成立後，就在1970年7月17日接駛綠色一路陸光一村到台北。綠色一路從陸光總站發車，經疏洪道、三重中正北路，最後上中興橋直達台北。相信許多五股老朋友對於綠色一路仍記憶猶新，更是稱這條路線為陸光1號。快要到五股了，這一帶地名為褒子寮，在乾隆初年，泉州人林姓開闢，當時地多溪水，居民以竹帛捕魚，故名柏子寮。寮指的就是小屋。日本時代官方文獻記載為袍子寮，後來改名褒子寮。繼續行走中興路，這一帶的地名為耕寮。清代末期至日本時代，該地區為一街莊，稱為耕寮莊，隸屬於新竹堡。1920年改名耕寮。然而，通過疏洪6路前往五股中興路3段的5號月堤道，因配合二重疏洪道左岸加高工程，於2026年2月25日改建完成，動線更為明確，行走時需多加留意路線標示哦。1998年9月27日這天，三重客運將旗下的部分公路客運改號成為市區公車。陸光一村到台北多了一個號碼640，採2段票收費。2005年3月6日延長至捷運台大醫院之後，640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是五股往返台北最快速方便的路線。又因洲子洋重劃區的興起，2025年9月15日起，增加延駛至洲子洋重劃區的640A 線。雖然現在多了加班後的582，往返台北更便利，不過640在五股、三重的地位依舊不減。我相信640會繼續行駛下去，陪伴着五股、三重的朋友們。好吧，終點三重客運五股站到了，我們要準備下車嘍。嗨，各位朋友，最後我們順利坐來了終點三重客運五股站這裡。緊接着呢，我們就要帶大家到五股的周邊景點走走逛逛哦。那現在我們就出發嘍。五股到底有什麼景點是值得一去呢？我必須再次搭乘640，大約3分鐘的車程，坐到五福社區這站下車往回走。
這裡是明義路，順明義路往前走約5分鐘。第一個景點為龍鳳岩，可以先在山下的便利商店充飢後再上路。龍鳳岩這段為緩坡，右轉明義路1段107巷，看到牌樓，龍鳳岩就在不遠處。龍鳳岩於1977年興建，1984年完工。主祀顯應祖師，配祀釋迦牟尼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王菩薩、天上聖母等。參拜的信眾絡繹不絕，香火鼎盛，是五股人的在地信仰中心。顯應祖師聖誕是五股最大的宗教文化藝術節。龍鳳岩因地處半山腰，初始需開路、鑿山，這些經費及工程皆由里民自動捐獻。建廟時因缺水無法施工，據了解是祖師顯靈指示於廟後方鑿井後，水源不斷的流出，是龍鳳岩的一大奇蹟，因而信仰得更虔誠。這口井名為龍鳳泉，為天然山泉水，民眾可自行攜帶容器取用，建議煮沸飲用。取水的時間為每日早上8點至晚上8點。站在出水口前方有感應器，會自動給水，一段時間後會自動關閉。龍鳳泉水有提供香爐供民眾參拜，我呢也取用一些泉水洗淨雙手後再繼續上路。龍鳳岩旁邊即是龍鳳岩登山步道，沿途皆為石階及水泥路面，坡度不算太陡，是五股當地居民休閒健行的場所。沿途有豐富的生態，綠意盎然，也有涼亭休息。龍鳳岩登山步道可環繞一圈回到龍鳳岩，也可以繼續往前走至外寮靶場。我取左行往外寮靶場方向前進。旁邊即是中油油庫的圍牆，在經過多個菜園之後，準備前往下一個目的地——縣訓中心戰鬥教練場。臨近龍鳳岩登山步道，是健行路線途經之地，平常若沒有訓練是可以正常通過的。戰鬥教練場中規劃500公尺障礙訓練場，包含雙木欄、爬桿、高牆、高跳台、壕溝、獨木橋、鐵絲網等7項設施，並設置攀岩、垂降、單兵戰鬥及城鎮作戰訓練場地，為訓練官兵戰鬥技能及堅強意志力的大型訓練場。穿過縣訓中心戰鬥教練場，下一個目的地就是位在山下的五股水隊觀景公園，有2條路通行，一是右轉經由水泥小路，到中央氣象署五股觀測站，穿過水隊山，再拉一小段繩子通往水隊公園第10層。另一條是順外寮路，走約15分鐘，可以通往水隊公園第6層。我選擇穿越水隊山，到水隊公園第10層。右邊小路即可到達水隊山三角點，但我沒有繼續前往三角點，而是順着繩索慢慢地走下山。這裡都是土坡路段，且有些陡峭，若是天候不好，建議不要行走。擔心腳步不穩，建議搭配登山杖一同輔助。來到最後一個景點——五股水隊觀景公園。通常來登山健行的旅客會從第1層慢慢往上爬，但都到了最高層第10層，就繼續反其道而行下到第1層吧。水隊觀景公園於1999年正式啟用，位於水隊陸地，占地10.5公頃。水隊地名由來為水隊沖，溪水因地勢高低落差而具備動力，
用以衝擊水隊設施自動不斷的舂米。該水隊大約在五股區自強路與水隊路附近，為灌溉農田的主要水源。園區最大的特色就是全台唯一的梯形式10層步道，每層步道都有不同的設施，並配合坡度種植花木。有趣的是，每一層都有一個數字雕塑，增添一分趣味，也增加了我想蒐集的慾望。內有健康步道、自行車道、慢跑道、休閒步道及觀景涼亭等。剛才從第10層慢慢走下來，也是水隊公園中距離最短、地勢最高的步道，海拔161公尺，步道總長71公尺，相當於近50層樓高。往下至第9層，以石頭、鐵條圍繞的9，蠻有創意的。但是較上層的景觀沒有那麼的豐富，因此我繼續往下至第8層。這個8是呈現倒放的狀態，不管怎麼看都很明顯看得出8這個字。視野最好的地方則是在第7層和第6層。下到第7層，這裡是愛情秋千和賞雞平台，是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，視野相當的棒，很適合情侶們在這約會。但我覺得視野最好的是在第6層，飛機從頭頂呼嘯而過的場景，在第6層也得到了更好的視野。第6層也是從線序中心戰鬥教練場順外寮路下來銜接的地方，有機車停車場供停放。第6層有健身器材供民眾使用，最大的亮點則是寫上 SDWGU 的文字造型座椅，為水隊五股的縮寫。而在第6層步道指示牌中，特別寫上一段話，就是本層步道沒走過，別說公園你來過，那我不就走過第6層了嗎？緊接着走下來第5層，這裡是水隊公園設立廁所的最高處。第6層到第10層是沒有廁所的，越往下層走，步道的距離則越長。每一層的步道皆為平路，有水泥路面，也有柏油路面。第4層走到底，則是體健區。若這層的健身器材都有人在使用，也可以到第2層的體健區。下到第3層，這裡是柏油路面和人行道並行的步道。第3層也有一個觀景台，但就沒有第6層、第7層的視野來得這麼的遼闊。第3層也是汽車停車場，不一樣的是，第3層沒有數字雕塑，以噴漆方式在牆上漆上大大的3，旁邊牌樓是水隊觀景公園的重要地標。隨着天色慢慢轉暗，第2層和第1層就沒有全程走完。若是每一層像之字形般全程走完，大約是4公里左右。五股水隊觀景公園可以像挑戰般的爬山，一路到第10層，或在固定的1層順步道折返，又可以享受遼闊的景觀。晚上的夜景想必也非常漂亮吧。如果要直接搭車前往五股水隊公園，可以直接坐到老人公寓這站下車，先前我們路過的508全程車，又或是到五股泰山的783
803都有經過。順着水隊2路走到底，就是水隊公園第1層。好啦，從第10層走到第1層，把每個數字都收集完畢。你們是否想像我一樣來趟五股健行之旅呢？不妨就來龍鳳岩水隊觀景公園走走吧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最後我順利走來水隊觀景公園第1層的入口處這裡。那這一集帶大家走了龍鳳岩步道、現訓中心、戰鬥教練場以及水隊觀景公園。我們一路從第10層走下來第1層，行程相當的充實，也希望這一集的行程大家會喜歡哦。那這一集的影片就為你錄到這邊。喜歡我們的影片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並且開啟小鈴鐺。我是 Albert，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，拜拜。